吉隆坡市中心，如果我告诉你 KLCC 的夜晚有着大量的流浪汉或者说街友存在，你敢相信吗？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之后，过去的4天，我和王太克服了内心的未知、犹豫，甚至坦白讲一点点的恐惧，利用我们自己 OKA 的产品，做出了30份像样的晚餐，并且派发给这些街友。过程中我们意外收到了令人非常暖心的一些帮助，而事情的结果恐怕和你想象的不一样。自豪、欣慰，或者感觉自己多了不起，一点这种情绪都没有。支撑我们这样做的，只是某一位观众普普通通的一句关于马来西亚的点评，看到最后你就会知道了。在我们给街友派餐的前4天，王太和我商量，2026年已经开始了，我们也从中国回到了马来西亚，相当于是自己的家乡生活。那我们今年又可以做一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过去每一年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善事，那不如就把我们的产品做成热乎乎的烤鸡腿给那些街友。这个好主意也得到我们许多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建议，其中我们的朋友 Z 大哥，他呢在第2天的时候主动请缨帮我们锁定了 KLCC 晚上的几个地点，他自己还提前去那边实地查看，还说当天会配合我们一起准备，也是30份街友们更加需要的饼干饮料。虽然有了我们的 OKA 作为主菜，荤菜那还缺一点蔬菜，于是呢今天就来采购了。第3天我们去 Jaya Grocer 再去采购一些蔬菜，配合我们的烤鸡腿。就是西兰花，这个我来可以做，对吧？西兰花比较健康一点。第3天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儿，现在是我们行动提前1天的晚上9点30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要去那些街友所在的地方去亲眼看一下，了解一下明天晚上我们去派饭那个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事后证明我们提前1天去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为我们的心理和实际行动上都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准备。它是在加兰敦丹称罗和加兰敦沙巴丹市中心还是比较好的地段，但是再跑上去你看也没有灯光，马上还有300米就要到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会有很多街友的地方。这里好像越来越暗，越来越阴森。那么街友到底在哪里呢？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还是有一种未知、犹豫，甚至有一些害怕的。寸土寸金、游人如织的白天的吉隆坡，到了晚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看到这里黑不拉几的，其实心中害怕是慢慢在增加的。而街友们，他们看到我们会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过那样蜂拥而上？在晚上去派饭，安全会不会有保证呢？外国人会不会语言不通呢？内心各种不安。这个天桥走下来呢，我就看到了821车站了，也就在这里应该是围绕这个车站的附近，这就是821车站。那这里不单单有人你看还有很多小猫咪，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帮助。实地提前来看一下呢，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让我们心理上也熟悉了这个环境，放下了很多的防备。而这些小猫咪真的有人照顾，你在之后会看到。看到了，其实就在这个铁栅栏的里边，看有很多人，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帮助的人。外面是非常吵闹的，因为这里外边大家看到就是一条主路。我刚才呢瞄了一下，我看到有光着身子的人，也有呢推着轮椅的残疾人，还是看到看来真的很多是需要帮助的人，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些际遇这个晚上应该就是有人睡觉，他就是一个人的家了，一张床他的一些家当。谁知道我们第2天呢，还能和这个所谓露天屋子的主人好好交流一下。那我们明天为什么要选择在晚上再到这里来呢？给他们加一顿夜宵吧。在这里呢，一般的志愿者过来帮忙，在中午是比较多，那我们就选择晚上，让他们又多一顿可以吃到。你看，您现在看到的是马来西亚和吉隆坡的另一面。
而我视频最后会告诉你为什么观众的一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他们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开启的第4年。这个巴士车站这里啊是巴生河，而这里呢就是 River of Life。看到了另一面吧。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角落。让我想到了以前上海，一些住在桥洞下面的外卖骑手。也是这样的，这是另外一番 life 生活生命的景象。是，我想也许他们是人生的这个长河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处。提前一天的查看好像去除了我们心中的未知、犹豫和恐惧，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更多沉重的感觉。好啦，时间来到 D-Day 行动的这一天，我们从 Olipuno Oka 也就是 Oka 的厨房拿回来了食材，而朋友这边呢也已经买好了这些小零食啊。你看，这个是他们已经打包来的水，还有呢一些干粮都已经打包好了，有这么多吃的东西。回到家里了，已经是下午5点。今天呢，我来负责煮西兰花，王太呢会加热用我们 Oka 的鸡腿做成烤鸡腿其实它也很方便，放到烤箱220度9分钟。那我们一批一批处理好，打包呢30份左右这就是计划。其实 Oka 的食物准备好去送给各个慈善机构，我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要给30个街友提供餐食还是第一次，心中多少是有些没底的。它呢要烤3批，预计也要我想30分钟以上。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菜组装在一起。其实我们家的鸡腿也很方便这样拆出来，你看220度烤上9分钟左右，哇，就会变得很美味。西兰花呢还是要清洗一下因为它这里面呢会有虫卵还有很多灰一些脏的东西，所以呢最好是撒上一些盐，放上一些面粉，浸上水中可能10分钟左右，让它有一个清洁的过程而且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在家准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西兰花感觉自己有点像食堂的阿姨。放一些面粉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把这里面的脏东西粘连出来，到时候我们把它清洗干净。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些诱人了？好，现在是6点40分准备加上制作也已经过去了40分钟。你看第一批烤完了，西兰花呢也洗完了刚刚，现在要开始去看我的小烹饪技巧了。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来做西兰花，非常方便把它放在碗里，加上蒜，加上蚝油，然后微波炉转5分钟就可以了。就这样，王太负责烤鸡腿，我负责西兰花。他的动作还比我要快一点，所以给鸡腿都盖上盖子，以防它们呢被风化了，到时候口感就不太好。看起来 Oka 的食物还是方便的。时间差不多到7点的时候，第一批我们的成品就已经组装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那么一点。其实这个西兰花的根茎也是挺好吃的，只是还多出很多很多，我觉得就不要让街友吃了，我来吃吧，我也挺爱吃西兰花的。这份 stem 就是我的晚餐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还挺喜欢这个。7点15分左右，30人份的晚餐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再过10分钟呢，我就把厨房也清理好了，碗都洗掉了。外面我们看着夕阳，全然忘记了我只吃了一点西兰花的根茎，而王太呢根本就没有吃晚饭。这让我想到Oka 在1年半前2024年的8月份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卖这样的一份套餐当时我们也要一起研发，在厨房忙，不过现在做起来呢快乐更多一些。现在是7点27分，一共做了1个小时26分钟。你看 Oka 一直说自己好味好料好方便，这好方便，1个小时26分钟就准备了30个人的餐总
终于在做善事中啊体现出来，体现的效益更大。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打包啊，出发去昨天巴生河 The River of Life 的附近啊。我们有3大袋啊，我的朋友还有3大袋，这样总共就有6大袋，看看啊可不可以满足30人份的需求。4天的准备也到了最后一步了，我们只要到达那里，就可以把食物快快的派发给这些街友。但是一路上呢，我们互相都没有什么话。经过提前1天的准备啊，我们都看到了那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这也解释了我开头说的，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你不会感到任何的欣慰、自豪，或者觉得自己到底有什么了不起？你更多思考的是他们怎样会落入到这样的一步，他们的境遇究竟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什么系统性的方法可以更好的善待他们呢？而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对呢，还好昨天来过啊，所以一路上还是相对熟悉的。没过多久呢，我们就和 Z 大哥顺利碰头了。他还带了2个朋友啊来一起帮忙。他的打包啊，其实比我们要更加的细心和仔细。看你的，哇，这么多，很多。OK， 我已经 pre-pack 好了，就是里面就是有饼干，有小面包，小蛋糕啦，然后有饼干，很多呀。好，然后有一个巧克力奶，然后再矿泉水，这样子就是1份。OK， 这么多啊？这是1份啊？30份。啊，还是混合的哈。那你给那个也看一下。我们就可视化界面。这样我们要怎样 merge？ 就是把你的饭盒我们这样子放1份哦。可以哦，好不好？手电筒啊，很暗啊。我来。还记得那张小小的床吗？原来它的主人是一个身障人士，印度人。本地人，我们呢先把食物送给他，并和他进行了一些交流，征得同意啊，进行拍摄。Biscuit water. Ini rice dengan ayam. Ayam boleh. Ayam boleh. Ini ada biscuit, ada mineral water. Just now you ask me water. Okay. Tiap-tiap hari sini. Every day. Okay, when be free, we come by. Take care. Take care. Nasi dengan ayam. Take care. Sini aja, bukan sana. Okay lah, tiap-tiap hari ada teleponan lagi. Oh, okay. Ya, you're welcome. Take care. Fish ready, I open this one time business lah. 可以问他为什么会 open business. Tapi you orang Malaysia kan? Yes. Ha? Yes. Oh, kenapa itu government tak ada bagi apa-apa sponsor? Saya belum apply. Ha? Saya belum apply apa-apa. Dah banjir kan. Okay. Saya punya dokumen cuma banjir dalam sudah keluar. 哦，就是震水，他的文件全部不见了。You asal mana？ 原来这位阿邦呢身有残疾，他的文件呢因为家里淹水也都没有。不过好在呢，他说政府还是会来帮助他的。我们的朋友呢，他们携带的饮用水啊，正是他们急需的。他们考虑带干粮啊、点心啊，也是因为他们更加易于存放，而不像饭呢，要不了多久啊就会变质。所以我们2相组合，真的也是相得益彰。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大马第4年的第2天的晚上。Tapi tadi saya pergi tanya, dia cakap sibuk banyak. Okay lah, pergi follow up sana lah. Dia banyak sibuk. Pasal okey saya tak kacau. Okey, bila saya masa cukup saya nak pakai, saya mari minta. Itu time. Okay. Tekan dia saya minta dokumen boleh kita keluar. Jadi hospital ada you punya rekod, you suruh dia buat lah sikit-sikit dokumen. Cakap you Malaysian, nama apa, IC nama apa, pergi apply. 其实他们早就看到我们了，但是呢，还在等我们的朋友跟他说一声，他们才出来拿，真的都是非常 civilized， 非常好啊。他们还在照顾这里的小猫咪。OK， 过来。Boleh Satu. Laki satu. Satu. 你都放在这里。
Dan ada air minuman, biskuit. Ini. Thank you. Ayam. Pakcik. Air minuman dengan biskuit. Ha. 在巴士站的这里呢，我们只派出去一半左右，因为再提前一天啊，我们已经来各个地点看过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和 Z 大哥的车一起到 Chowkir 这个附近，在那里呢，有一些外劳，也有蛮多的华人，甚至于啊，他们让我看一些视频，有一些老一辈啊，还带着儿童啊，都在一起露宿街头。那些小孩啊，就在马路中间踢球，旁若无人，就好像进了一个干泵一样。哎，一个打中国jangan marah。那个手电筒，极浪漫。开营业了。来，我们帮你拿。Take care. 它没有那么多。Sorry 啊 ，second round not enough。看队伍非常长啊，我们都和他们打好招呼。今天的储备不是特别多。It's okay, we just click on. Sorry, not enough。 Chicken and broccoli. Okay, thank you 啊。这边点对。其实是蛮好的街道，最繁华的地方。晚上其实整个吉隆坡是另外一番景象。白天如果是塞车游客，晚上很多人呢就大街小巷的出来，很多人就是睡在这里或者在路边。哎 Okay, mission accomplished. ，Yeah，mission accomplished。其实路边都有很多人，到处都有可怜人。是啊，哇，就晚上城市就是他们的，对，但是也真的都是。所以上次 Saint John 的神父他就带了 committee member，从这边步行的这样走下来，就送一些吃的，还有一些衣服哦。那时候哦，他们夜晚，吉隆坡市中心，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街友，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伸出援手的那些机构和个人。也有人在派吧，对吧？还在拍，还在拍。啊，你看他的饭桌在那边。哦，你看这么长啊！对呀，对啊，你看这个，他们有放桌子，放桌子，穿着红色的衣服，对，应该是有个团体来的，对，好，会。拜拜，好了，你的肚子有点大了我。他们这里有一扇门呢，晚上把它关起来，那这个区域封闭的还是比较安全的。好了，现在呢是9点10分啊，前后差不多也就1个小时，还不到一点点的时间，去了2个 site， 对吧？一个是在这里本地人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在独立广场后边，好像是有一些印度人更多一点，还有一些外劳。哎呀，说起来快1个小时啊！虽然我们策划准备了很久，但实际每次派也就5分钟不到，对，就全部派完了啊！大家虽然也很礼貌，有过一些交接，很快就结束了。回到车上，还有一股这个饭菜的香味。是。哎呀，有些什么感受啊？你先来说说看吧。为什么我一直在叹气啊？你先说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我们食物的这些街友吧。可以这样称呼吗？因为我想象当中是要文质彬彬的多，礼貌，非常礼貌，都是双手接过来这样。因为我们上次跟宋姐去普渡这边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年纪大的长者嘛，他们是比较凶悍的，真的是比较凶悍。但是这边有点疯抢的那种感觉，对，都比较谦让。就是我递给东西，给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微微欠一下身子，表示一个鞠一个浅浅的躬嘛，就。你心里会为他们感到一阵酸楚吧？就是他们怎么会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心里面会觉得很难受吧？
那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到了晚上就是在城市里，你看它白天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各个地方都是游客过来，也往往是一些最繁华的地段，一个个好的建筑都在那里。但是到了晚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都是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在这里游荡，甚至人家给我们看照片，小孩子就在路中间踢着球，你刹那间好像都是进了一个干蹦一样，是，对吧？也不知道他们需要多少帮助。我也知道大马有街友中心，也知道有各个政府的组织在帮他们，也知道有些人说，哎呀，他们不努力工作啦，有手有脚啊，自己不出去。但是 anyway， 你看到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留存在这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情况在这边是，所谓的容许它的存在，你没有看到执法人员的这个驱赶，然后，像我们一样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人也在派餐。大家都井然有序的排成长队在领餐，就这些人，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街友，我们看到他的枕头边上已经放了几盒餐点，包括朋友也跟我们讲，好像是有定期的这些组织，每天都会给他们1日3餐，可能都会照顾到。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马比较感人的一点吧，因为只要有人不要计什么成本，不要计什么代价，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本来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正向的收益吧，除了你心里的感受，那你只有不计成本的去做，那么就会激发另外一个人去做，另外一个团体去做，这些人的生活生命才会有保障。我也不想去管别人是怎么样有手有脚，就是这个当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你关心的，不知道你怎么想就更多的是那种惆怅像我们来的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话，一点点都没有那种你很得意想要去让别人知道，甚至于大肆宣传，一点都没有。因为当你做完一次，你看我从头开始把它称为行动，我都不敢说就是怎样的一个慈善，因为你做完一次后，你会想，那他们后面怎么办？整个系统性的问题，大马还有这么多这样的人，你反而会感到更加沉重。当你看不到、不知道的时候，就可能就还好；你知道了以后，反而有点不知道能干嘛，就是。虽然我和王太之前都没有提到，但这个时候我们俩互相都想到了那句话，也就是在视频开头我就告诉过你，支撑着我们这次所谓的慈善行动的一个内心的动力的来源，是大马的一位观众曾经告诉我们的。这不是就是以前观众留言说的一句话嘛，就是虽然什么现世破破烂烂，但总有人缝缝补补。就是当一个政府大家并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在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是民间的力量，甚至说民间的力量可能就反向让这一些街友们，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攻击性的，然后也是挺有教养的，挺文明的，然后每个人穿的都还挺好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味道。这个现象它并没有恶化，对吗？你看他们生活的区域也是收拾的还挺干净的。所以我想整个视频的记录也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更多的人未来可以为大马的这样一个社会缝缝补补，不论你是谁包括像我们外国人，就这样，拜拜。